那老老小小都要走这一步吗？哎呀，我是不该说，可那时候你不是也喜欢上了个知青，人家还不是说走就走，让你等到现在啊？你愿意让玉波走你的老路啊？哎呀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提起你的伤心事，我就是老在跟挨龙爸爸说，那时候跟在你屁股后面追你的，就我们寨子就不下4、5个。你随便嫁哪个，现在大孙子都抱上了呀。跟我们一样，日子过得普通一点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跟别人都一样，又有什么好啊？玉波都是看你样，学坏了。哎，我错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我以为你这辈子再也不会原谅我了。喝酒喝酒。你别把自己喝成这样行吗？那你喝，你喝，你喝，你喝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酒是好东西，它不会骗人。你要真气不过，你再打我一顿吧。来，来，过来！不行，不打朋友。你还当我徐浩宁是朋友吗？徐浩宁，他是个大混蛋，没义气啊！我们这里有句话，叫“对朋友要掏出刀来”。不对，乱了。对朋友要掏出心来，对敌人要掏出刀来。我把心掏给他，他把刀掏出来了。他就是个混蛋。我这里啊，疼啊！被敌人啊捅一刀，没什么。可我把他当亲人，我把他当兄弟啊！让我还以后怎么交朋友啊？我还能是谁啊？海龙，海龙，感谢主任今天赏脸，早就想请您喝茶了。这还是你们家挨龙炒的茶。哎呦，张总，应该我谢你才对。平时你对我们家挨龙太关照了。没有，挨龙这小伙子实在，跟他合作我踏实。过奖了，那就是个愣头青。今天请主任来呢，其实还有一件事。我那个小兄弟徐浩宁，您肯定见过吧？在咱们寨子里惹了点事儿，叫人给打了。这事儿你应该听说了吧？
打他的是我的儿子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打得够狠的，我现在都压着这个事儿呢，不敢告诉他爸爸。他爸在上海生意做得很大，就指着这个儿子接班呢。啊，打他接不了班了？啊，那倒不至于。那就是喽，那个小子抢了我们寨子里的玉波，我跟我老婆都认定玉波是我们的儿媳妇。嘿，这小子来了3、2天就把我们儿媳妇撬走了。换做你恼不恼火？恼火，肯定恼火。是吗？但是，这个挨龙的气也出了，人家也被打进医院了。这样说，你今天找我来，就是为了要医药费，是吧？啊，不，主任，您误会了。这个钱我出也不会让您出的。出嘛，该出就出。我告诉你，我借钱都要出。主任，严重了，钱都是小事儿，关键是我们现在才刚刚在一起合作，你说突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，我担心的是这个。等等，张总，跟我们合作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？我们合作是公事，这2个小伙子为了抢女人，张总，不会因为我们家挨龙打了你们那个徐总，你歹债都不开发了吧？哦，那不是，我主要是担心主任您呐。我刚刚还在说我那个小兄弟，你说抢谁的女朋友不好，非要抢我们村主任大人儿子的。哎，这个你不要担心嘛，2个人打起来了，谁打赢了，那是他有能耐；谁打输了，那是他没本事嘛。玉波是我们寨子里最好的姑娘，要是换做我年轻的时候，为了这个事情，我打掉条胳膊。值了，嘿，我告诉你，算那小子走运了。以前我只知道傣族人随和好客，今天在主任这儿我算是见识了，心胸开阔，公私分明。对，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啊？就是这个事儿。那喝什么茶嘛？喝酒去。好，喝酒去。喝酒去。艾龙对你这么好，你就舍得吗？不爱他还占着他，那怎么对得起艾龙哥？姨妈，有件事我一直不敢问你。那个男人让你等了这么久，你后悔吗？日子是不知不觉才过到今天这个样子的。如果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，就知道以后的几十年都要自己一个人过，那我可能做不到。都是不知不觉啊，什么事情都拗不过自己的心，只有跟着自己的心意走，结果就走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我也要跟着自己的心走。你让我想起你的外公，自己吃苦，却一点点苦都舍不得让我吃。你看这些草药，村子里没有人知道它能治病，但是你外公知道，因为他拿自己做实验品，在自己身上试。我那个时候年纪小，心气儿可高了，歹音学了点皮毛，就想试药。你外公就是不准。我呀，趁他不在家的时候，偷偷的把那些草放在一起煮，然后喝，喝得上吐下泻的，差点小命都没有了。你外公知道了以后，气得把我打了一顿。他从来都舍不得打我，
那次是真打。该打。姨妈，你每次想到外公的时候，你就再想想那个时候的你，谁又拦得住呢？让他去吃点苦头吧，说不定还真能试出点什么新药来。还真像。小心，哎，还行还行，哎，不要说，我怎么能不送你呢？来，小心小心脚下，哎哎哎，慢点。大哥，睡啊！好了好了，哎，那个送主任回寨子啊。我女儿一旦她来接我，谁接你？一旦。一旦我女儿一旦。哦。认错了吧？你有这么漂亮的女儿吗？她不算漂亮，女儿嘛，那才漂亮呢。20年前，女儿嘛，寨子里最漂亮的。是。大叔，你是说我不漂亮吗？你看仔细了，我不如你老婆漂亮。哎，姑娘，大叔喝多了，你别跟他计较。你也叫他大叔啊？那你把这一大叔惯得连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了，你还跟个没事人一样，那么清醒，你好意思吗？哦，这真的是村主任的女儿啊！哎呦，村主任女儿，漂亮。下次你要是再喝成这样，我就给你拍下来发到网上去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哎，不要，这不能打的，打坏了你要赔啊！哎，没事，你爸高兴就行。上车吧，送你们回去啊！来，主任，哎哎，啊，好，来，小心，哎，好嘞。那个，真心冤枉啊！不是我灌你爸酒的，是他自己把自己灌多的。我刚刚跟您开玩笑的，我爸爸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啊。不过还是谢谢你，让司机能送我们回家。哎，不客气。你这么漂亮，怎么忍心让你坐出租车呢？哎，你叫一丹，好听。一丹，照顾好你爸，下次喝酒你一定要来替我看住他。好。走吧。啊，好，走。
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店最好的厨八糕拿给我看一下好吗？请等一下。啊，谢谢。您看一下，这是最好的吗？有进口的吗？这是最好的了，没有进口的。请问有芦荟糕吗？有啊，请您稍等一下。谁跟你说芦荟糕除疤的？还逮一世家呢，这点常识都没有。给您，谢谢。不用谢，这个30。啊，那谢谢。他那个芦荟糕什么牌子？给我看一下。好的。哎，你现在是不是心里特别的高兴啊？一个是村主任的儿子，一个是身价过亿的富二代，2个男人为了你，把整个寨子搞得不得消停。我哥还得陪着村主任喝酒赔不是，生意还差点做不成了。你这能耐够大的呀！我也不想这样，我也不希望。别在我这儿装小白兔，我不是徐浩宁，消耗不起你这傻白甜。我一点也不白。哎，没错，你还一点都不傻呢，要不然这2个男人怎么就被你搞得团团转？你跟浩宁为什么分手啊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你还舍不得他？废话，舍得我还在这儿瞎耽误功夫？你真直率。哼，谢谢啊。糖衣炮弹呢就免了。红玫瑰跟白玫瑰的故事你听说过吗？我就知道你没听过。那新人笑旧人哭你总该知道吧？我告诉你啊，男人啊就是那么回事儿，喜欢完直率的呢就想换个口味，他还可能一辈子这样腻歪歪的吃着你啊！别想了。哎呀，我是哭过了，早哭早超生，祝你好运。那你还去给他买药？爸，我发给您那个万长村的调研报告，您看了吗？看过了，还不错，像那么回事儿。那您觉得怎么样啊？以目前的项目来看吧，好像是值得投。所以您是答应了吗？这事儿还得跟你妈妈商量一下。生意上的事情什么时候听您跟妈商量过？这个事儿，还真得跟你妈妈好好商量一下啊。那我就等你们好消息啦。嗯。喂，阿姨，我是美嘉。哎呀，是美嘉呀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我跟你讲呀，你给我寄的茶叶、红糖我都收到了，我正喝着呢。啊，阿姨，您要是觉得好吃，我再给您寄。哎呀，那就谢谢你了。哎呀，您跟我还这么客气。哎呀，还是女儿好呀，女儿贴心。我那个儿子啊，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。他怕是不敢给您打电话。怎么？他又惹事了？
还是他自个儿跟您说吧，我可不敢打这小报告。哎呀，美嘉，你赶紧告诉我呀，要不我要急死了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跟他讲的。阿姨，我是心疼他，我实在看不过去了。浩宁被人给打了，叫人打了？打伤了吗？伤哪里呢？阿姨，您别担心啊，只是皮外伤，我已经帮他处理过了。我不是学过护士吗？你放心，你放心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谁打他的？他撩上了一个傣族姑娘，谁知道人家这姑娘呢有男朋友，而且还是村主任的儿子，结果就把浩宁给打了。傣族女人？对，就是他们现在要开发的那个寨子，曼长村的，土生土长，家里啊很普通。他跟他姨妈住在一起，那个老太太是个傣医，浩宁那个脚伤就是他治好的。那他的姨妈叫什么名字？玉儿香。阿姨，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阿姨啊，你别担心啊，浩宁伤得不重，这不有我吗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我就是心疼他。那就谢谢你了，幸亏你在他的身边，要不然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那行，阿姨你自己多保重，再见。向哥，哎，浩宁，我爸看了傣寨这个项目，他很满意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干得漂亮！那是上哥您帮忙，要不然我爸怎么可能那么满意呢？客气了啊，咱们不光是兄弟，还是合作伙伴，互相支持是应该的。咱们得联手干出点动静。必须的，你只管放开手干，我挺你。好。而明天随着冷空气向东推进，也是相继出现4到8度的降温以及4到6级的风，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。谁呀？怎么了？今天怪怪的，叫你也不理。我一个学医的，做了大半辈子的护士长，自己觉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，可现在真有点相信命了。到底是出了什么大事儿啊？害得你连信仰都改了？你知道吗？你儿子被人打了，严重吗？还好吧，好像是受了一点皮肉伤。美嘉在那照顾他。他为什么跟人家打架？为了一个傣族女孩子。你知道这个女孩子的姨妈是谁吗？谁呀？玉儿香。真是奇了怪了，你们徐家父子绕来绕去，都陷进这个坑里了。
我相信很多年以后，版纳的所有人都会知道我们的故事。一个来自上海的帅哥，遇见了版纳最美的姑娘。别自我陶醉了，先干好，我们再吹牛，好不好？我怎么有一种豪迈悲壮呢？悲壮，会不会太惨了？哎，你觉得我像不像古代的侠客，在为一个心爱的女人打江山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可没有那么多巴拉蜜。什么是巴拉蜜啊？大概就是你们汉人说的福报。浩宁，你现在做的事就是在给自己种下巴拉蜜，然后在下一世结出更好的果。前世今生，因果福报，这些我都不信。我就为你。爸，什么好消息啊？买张机票，回上海来吧。董事会没有通过你的方案，这个项目不做了。怎么又不行了呢？你不是同意了吗？回来吧。我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？没听清楚吗？董事会没通过。不是董事会同不同意，不就您一句话吗？那你干脆说您不同意算了。我不同意。已经决定了，你快点回来吧。不是我，呀，是儿子呀。妈，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我爸同意的项目问完你之后就反对了呢？儿子，你不要冤枉我好吧？你爸爸生意上的事情是我能说了算的吗？理由也不给我一个，太不讲道理了吧？他不跟你讲嘛，肯定有他的道理了，你听他的就是。这个项目我好不容易才做到现在，你如果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，我绝对不会放弃。那你回来，当面问你爸爸呀。我怎么觉得这就是个套啊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你爸爸妈妈合起来骗你？我觉得你们肯定有事情瞒着我，你到底告不告诉我啊？我不是讲了吗？你自己回来，当面问你爸爸。你要我问他，你们俩没串好口供吧？徐浩宁，你怎么跟我讲话的呀？你去版纳才几天啊，就这样六亲不认了？干脆，你别回来了。我。那个项目，你儿子怪我嘞。你让他来找我。他怎么会找你啊？他是觉得我给你吹了枕边风。本来你是答应了，我一吹你就反悔了。反悔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他？哎，那你为什么突然放弃那个项目了？没想到玉波会是玉儿香的外甥女。你儿子这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怕他到时候伤了玉波。我明白了，你的心里想的全是他们。小刘，烧饭。哎，好。
什么叫猪一样的队友？张美佳说的就是你。那你没早跟我说不能告诉浩宁妈妈。早跟你说啊！哎，你这一耙子下去，刨出多少坑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能把我的生意搅得更乱一点吗？他被人给打了，我怎么就不能告诉他妈？说了也不会影响你跟他们家做生意啊。你懂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徐远达跟玉儿香是老相好。徐远达把人家给甩了，跑回上海娶的陈小云。啊，有这种事？哥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，好不容易我说动人老两口子给版纳做点贡献，你倒好啊，一竿子把玉波跟玉儿香的关系捅给陈小云。老子跟老情人还没扯清呢，儿子又跟老情人的外甥女儿扯上了。你要是陈小云，你会答应吗？啊，你要是徐远达，你还敢跟我做生意吗？那你要真把我当成队友，你就应该早告诉我。我还把你当队友？就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劲儿，我敢吗我？艾龙，艾龙，艾龙，茶叶都服了，服了吗？哎，我来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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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这么好的茶叶，哎呀，你别弄了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你走开，走，我帮你怎么会？哎呀，走，到哪儿跟我啊？走，你走，走。哎呀，哎，艾龙，你的事儿啊，我也听说了。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也干不了活，回去吧，就当我给你放假了。你什么时候不喝酒了，不糟蹋茶叶了，再回来找我。我走。怎么样，这地儿，浩宁？这就是我上回要带你来喝酒的地儿，不错吧？嗯，这姑娘看着不错啊。哎，尚哥，那个我们之前合作的那个项目，可能不太顺利。怎么了？哎，上海的董事会那边没有通过，可能批不下来。理解。浩宁，别往心里去，你爸不是冲你。尚哥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啊？哎呦，我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，我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我爸突然就取消那个项目了。这事儿你爸要是不提，你也就别问了，就当没这么回事儿。等，尚哥，你别这么称我行吗？我死也要死个明白吧。嗨，哪有那么严重啊？兄弟，我也是刚听说的。你爸当知青那会儿，跟一个傣族姑娘谈过恋爱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真的？你接着往下听啊。那个傣族姑娘，就是玉波的姨妈玉儿香。听说你爸回城以后就没跟人家再联系过。玉儿香这一辈子你也看到，所以我说我理解。换作是我也不希望我儿子知道这些过去的事儿。浩宁，听哥一句劝，这事儿如果你爸不想提，你就不要去揭他的疮疤了。爸，这么晚，没吵到您吧？
还没睡呢？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个项目，您突然反对了？怕你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。能说的具体一点吗？善始善终，你做过的事情有哪一件事情是善始善终的呢？那您还把一个公司交给我？我是要让你锻炼，但不是这个项目。我求您跟我说真话，行不行？从来都是你说一不二，我只能绝对服从；从来都是你一贯正确，我只能改过自新。有没有可能你错了一次，错在你把我看扁了，看错了，错在你把我当成什么？当成一个不值得托付的人。儿子，爸爸有爸爸的考虑，请你理解。理解什么？您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一个说法。你想的是你一个人，你高兴就好。可我要面对的是整个董事会，我要对他们负责。这个项目目前对你来说太吃力，你还掌控不了。等你成熟一点以后，我会让你做个大项目的。其实这么晚，我打给您，就是特意想听您说些什么。对不起，我很失望。晚安。阿姨，玉波今天上班不在家。我不是来找玉波的。进来坐吧。阿姨，万长村以前有过知青吗？有过。有过上海知青吗？有过一个，在我们寨子里待了不到2个月。这么多年了，您还记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就是徐远达的儿子。其实你跟他年轻的时候不太像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第一眼见到你，就有种说不出的熟悉。您不恨他吗？他不值得你等他那么久。我这是等吗？我这是在修行。僧人在寺庙里修，我在傣楼里修。你爸爸是来渡我的那个人。阿姨，对不起。你是替他来道歉的吗？我不需要。我只想知道这件事情，是你爸爸跟你说的吗？